甄嬛传》中沈眉庄的手段有多高呢？让皇上满怀愧疚不说，还能抓牢婆婆的心，关键时刻能自己复宠，也能帮姐妹复宠。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沈眉庄的手段到底有多高。第一点，牢抓太后的心。要问剧中谁最得太后的心，沈眉庄啊。虽然皇后是太后的侄女，但是在太后的心中，皇后远远比不上沈眉庄。特别是沈眉庄经历假孕事件看清皇上之后，为了在这深宫中谋得一份庇佑，沈眉庄时常跑到太后宫中侍奉太后。虽然太后也怀疑过沈眉庄接近她的目的，但是在这一次次的接触中，太后对沈眉庄可谓是越看越满意。瞧着沈眉庄对皇上一点都不上心，太后比谁都心急，又是破例给沈眉庄升官，又是提醒皇上该去看看沈眉庄了，甚至还给沈眉庄和皇上送去独家暖情酒。惠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皇上过去一直冷落她，把房中暖情的酒给他们送过去一壶。太后怎么会私藏暖情酒呢？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呢。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太后巴不得沈眉庄与皇上和好。除此之外，当皇后杀红了眼，又是逼死齐二哈，又是抢三蛋的抚养权时，太后是这么对沈眉庄说的：你放心，有哀家一日，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可见太后是真心喜欢沈眉庄。第二点，利用温宜给甄嬛递消息。当时甄嬛与皇上离行出宫到甘露寺修行，而甄嬛她爹又在宁古塔生了重病。沈眉庄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甄嬛，特意给温宜公主下了发热的药。这段可以说是沈眉庄第一次出手害人。虽然大伙儿都知道温宜公主是老工具人了，但是此时的温宜公主交由端妃照顾，沈眉庄给甄嬛递消息，为什么要对无冤无仇的温宜公主下手，而不是她最好接近的胧月呢？前些日子温宜公主生病，虽说看了太医，但是宝华殿的法师说是有亡灵作祟，要把猝死妃嫔的灵柩送来甘露寺才可以。听明白了吧？亡灵作祟啊！不得不说，这就是沈眉庄的高明之处，因为她不是皇后，不能打这个太后祈福的借口出宫，所以沈眉庄只能在小孩身上动手脚，而宫中孩子能与亡灵扯上关系的只有温宜公主和三阿哥，一个是被太后和皇上派人下药搞死的，一个是被皇后逼迫自缢身亡。三阿哥养在皇后身边，她不好动手，所以沈眉庄把目标放在温宜公主身上，再加上此时端妃的病也是温太医在医治，沈眉庄想要动手就更加方便了，只是可怜了温宜公主小小年纪吃这些苦。第三点，复从手段，一招又一招。凡是说到沈眉庄的手段，必定少不了沈眉庄利用手镯给腹中胎儿上户口的事儿。但是这次咱的重点不在他上户口这件事儿上，咱们把剧情往前推到幺蛾子事件中。众所周知，这是甄嬛小产在长街受辱之后，决定以色示人，用花蝴蝶邀宠。当时甄嬛准备好了一罐子花蝴蝶，早早待在倚梅园，准备上演一场回忆杀。在这个过程中，沈眉庄故意赴宴迟到，又故意在皇上跟前提到倚梅园的梅花，目的是帮甄嬛引皇上到倚梅园。皇上也是不经骗，沈眉庄说了几句那儿的花开得很好看，皇上便邀请沈眉庄陪他一块儿去赏花。皇后一听，哎呀不得了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平时沈眉庄都不带搭理皇上的，这一回怎么肯主动和皇上说话了？于是皇后皮笑肉不笑的请求众人一块儿去。结果众人跟着皇上来到倚梅园，看到甄嬛又是雪中祈福又是放蝴蝶的，甄嬛轻轻一个转身，皇上就已经被她迷得不要不要的。从这件事儿上，众人都以为甄嬛有手段，但咱们听槿汐和苏培盛是这么说的：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这也怪了，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
可见沈眉庄在复宠这件事上还是有2把刷子的。第4点，轻轻松松圈禁安陵容。甄嬛被册封为熹妃，重新回宫之后，并没有想搞死安陵容和瓜六，顶多也就是把他们一个关在焦炉馆，一个关在延禧宫。而把安小鸟关在延禧宫这件事上，沈眉庄没让甄嬛费心，自己便悄悄干了。当时甄嬛和沈眉庄聊到青天剑的事儿，说着什么这里边最好有咱们自己的人，结果沈眉庄是这么说的：青天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也就是说，沈眉庄早就关注着青天剑，要不然他也不会知道青天剑里边谁能用。紧接着就是甄嬛去看望太后，太后看到甄嬛的肚子不像是怀了5个月，甄嬛就坦言问太医说自己怀的双生子。这时太后和皇上显得格外高兴，商量着要不要昭告天下来一番庆祝。甄嬛劝皇上等瓜熟蒂落再庆祝也不迟。太后点头表示认可后，说了这么一句：还有，皇后病虽不重，却一直未能痊愈，不如请青天剑看看。太后这会儿怎么想起去问青天剑呢？咱们联系沈眉庄说青天剑的纪维生不错，再结合沈眉庄每天伺候太后推测一下，答案肯定是沈眉庄伺候太后是提了一嘴，大概会说太后您的病总是不见好，嫔妾实在担心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犯了心宿，为了稳妥起见，最好还是叫青天剑看看。加上甄嬛怀了双生子之后就提了青天剑，紧接着青天剑的纪维生就出现了。朱雀七宿主南访，正对御花园南侧，微臣多嘴，可有哪位娘娘小主的双亲幸中带目？据奴才所知，只有安嫔娘娘的生母是姓林的。就是这样，安小鸟被关在了延禧宫，可是因为皇上只是让安小鸟别乱走动，没有下死命令禁足，而安小鸟又身负打胎的使命，为了打探沈眉庄的情况，安小鸟深更半夜的还要跑去找沈眉庄。沈眉庄表面笑嘻嘻，心里卖屁，上一秒还在向安小鸟请教刺绣，隔天便向皇上透露安小鸟不祥的消息。许是昨晚和安嫔妹妹说话费了些精神，后来就睡不着了。安嫔来过，最近安嫔每见小主一次，小主总是不舒服。加上彩月小可爱的一唱一和，皇上终于下了死命令，不许安小鸟踏进碎玉轩打扰沈眉庄。综上可见，沈眉庄还真是有手段的主，要不是他对皇上早早死了心，指不定在这后宫之中他还真能斗上一斗呢。梅姐姐到底有多狠？对敌人狠也就罢了，关键是她对自己更狠。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梅姐姐狠在哪儿。首先，梅姐姐对大胖菊狠下了心，从入宫的那一刻起，可以说梅姐姐对宫里的生活满怀期待。特别是梅姐姐还成为了新小主中第一个侍寝的，并且在侍寝之后，大胖菊还给梅姐姐送去了她最爱的菊花，以及让梅姐姐学习管理后宫事宜。大胖菊的行为让梅姐姐对新的生活有了盼头。虽然梅姐姐也清楚大胖菊是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夫君，但是梅姐姐心里还是希望大胖菊能信她怜她。然而假孕事件被揭发之后，大胖菊不仅没有听信梅姐姐的解释，而且还把梅姐姐禁足在弦月阁。贵人审视，言行无状，若降为答应，敕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不得朕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如果说此时梅姐姐还对大胖菊留有一丝感情，那么当梅姐姐的饭菜被下毒以及被害得了10亿，大胖菊却不闻不问的时候，梅姐姐算是看透了大胖菊的无情。于是梅姐姐狠了狠心，不仅单方面宣布了离婚，不许大胖菊牵她的手，甚至还和嬛嬛说她已经不在意大胖菊了。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
宫中第一个光明正大厌弃大胖菊的人，你敢说他不够狠？其次，梅姐姐对皇后党毫不心软。如果说前期的梅姐姐是个任人拿捏的宫斗小白，那么当嬛嬛在甘露寺受尽欺辱的时候，梅姐姐的宫斗技能总算是被她给正式激活了。瞧着安琪拉小分队把嬛嬛往死里踩，梅姐姐故意在自己身上涂上重重的药酒，引起太后注意的同时，趁机替嬛嬛求了一份庇护。瞧着安琪拉小分队用天象把嬛嬛困在凌云峰，梅姐姐见招拆招，用一句话把青天剑的人给换了。青天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很明显，梅姐姐在青天剑正使的五谷杂粮动了手，不然也不会让自己刚夸过的副使上了位，并且还用了同样的招式把安小鸟算计了进去。瞧着安小鸟被关进鸟笼还是不安分，梅姐姐与彩月打起配合战，利用大胖菊的手直接给安小鸟的鸟笼上了栓。让苏培盛告诉安嫔，别再来碎玉轩了，省得冲撞了惠嫔不吉利。利用不爱之人去对付敌人，果然应了那句心中无爱，拔刀最快。最后梅姐姐不惜对自己下狠手，要问这个狠手是怎么下的呢？咱们来看瓜六去专妃宫里吃晚饭当晚，梅姐姐跑去找嬛嬛唠嗑，唠着唠着，突然小允子来报，说是华妃手下的素喜溜进了瓜六的瓜棚。这是要干啥呢？原来素喜是想从瓜六的瓜棚放火去烧嬛嬛的寝宫，而嬛嬛也早就洞察了这一切。可是为了看华妃自掘坟墓，嬛嬛和梅姐姐不但没有阻止素喜放火，反而还把梳头用的桂花油倒在了布上，让火势加大。既然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可不想他再有生路可逃。如果说梅姐姐为了把华妃的罪名落实，从而把自己和嬛嬛困在火中已经够狠了，那么咱们再来看瓜六吃完饭回来，发现自己的瓜棚给烧没了，正大声叫嚷的时候，梅姐姐却在冷静地让温太医给她包扎伤口，而这伤口还是梅姐姐自己故意烧的。今儿是25，最晚到29，他必死无疑。也不枉我烧伤了自己了。为了让大胖菊狠下心去处置华妃，梅姐姐不惜把自己烧伤的做法，可以说是只有安小鸟割肉博嬛嬛信任能比之外，宫中没有其他人能这么狠的下手了。关键是此时的梅姐姐心里喜欢的人是温太医，而温太医又是她的主治医生。为了能够多见温太医一面，梅姐姐以药太苦为借口，让彩月去拿蜜饯。瞧着彩月走远了，梅姐姐竟然偷偷把药给倒了。为了爱情连身体健康都不顾，不得不说梅姐姐实在是个狠人。综上，既能及时抽身丢弃自己不需要的感情，又能对敌人做到不心软，关键是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梅姐姐狠起来实在是太飒了。甄嬛为什么能顺利回宫？除了甄嬛靠槿汐联合苏培盛出老千，其中还少不了皇后的一波助力。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回宫的那些事儿。第一点，4个人打牌，3个人出老千。甄嬛决心回宫时，槿汐帮忙联络了苏培盛。苏培盛为了能和自己的女神搭伙过日子，揽下了这项业务。为了能让甄嬛一举拿下皇上，苏培盛向皇上提议2月2这天出去祈福，地点甘露寺，目的为甄嬛和皇上创造见面机会。皇上一听甘露寺这3个字，心里很开心，表面却表现得十分不情愿。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皇上顺着苏培盛给出的台阶，假装勉强同意了2月2前往甘露寺。苏培盛瞧着日子敲定了，跷班赶去甘露寺给甄嬛送新衣服，希望甄嬛盛装打扮，福祸圣心。结果甄嬛心里早就有了主意，既然皇上在宫里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美人，倒不如来场制服诱惑。素净淡雅的俏尼姑谁能扛得住啊？
所以2月2这天，甄嬛依旧穿着道袍，直到皇上的仪仗声响起，甄嬛才走到禅房，跪在地上念经诵佛。金熙掐着时间点，听到皇上打开了禅门，金熙假装关心甄嬛昨晚的睡眠质量，目的皇上您瞧，娘子昨夜忧思又没睡好。目的达到后，金熙假装不经意看到皇上，急忙提醒甄嬛，皇上来了，皇上真的来了。甄嬛明知皇上今天的行程，却还要把戏做足，假装不知情。皇上怎么会来这儿？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高，实在是高啊！皇上瞧着甄嬛楚楚可怜的模样，心立马软了下来，忍不住询问：怎么憔悴成这样了呢？甄嬛迟迟未答。苏培盛出了王炸：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师太婉嫔还病着呢？怎么着，感情签合同送衣服您没来？4个人的牌局遇上了3个人出老千，只能说这局皇上不输不行。第2点，皇上疯了。皇上把甄嬛拥进禅房后，金熙感到震惊，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可苏培盛却把皇上的心里摸透了，两下里都是有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走吧。表面上苏培盛看到的是郎有情妾有意，却不知甄嬛所做的只是一场戏，但从中可知皇上对甄嬛确实放不下，所以甘露寺一别，皇上时刻惦记着甄嬛，不仅打着为太后祈福的借口，每个月到甘露寺再到凌云峰私会甄嬛，还绞尽脑汁想办法迎甄嬛回宫。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盖过皇上的整个脑袋，皇上灵光一闪，向太后开了口：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她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如何应回，何时应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子嗣确实是皇家的，但不是你4大爷的，你非要接太后也是允许的。毕竟一开场太后提出选秀也是为了子嗣，有了太后的点头，似乎一切都好办起来了。皇上开始琢磨该用什么方式迎甄嬛回宫，皇后心里巴不得甄嬛永不回宫，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替皇上着想的模样。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对于迎甄嬛回宫，朝臣会怎么样议论这回事儿，皇上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盘算。就当嬛嬛是生了4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皇后听着皇上滴水不漏的计划，心里忍不住暗道：疯了，这个男人彻底疯了。皇上为了迎甄嬛回宫，又是送儿子，又是赐大姓，又是改年龄，皇上这么做摆明了必须迎甄嬛回宫。第3点，皇后额外送了一波助力。皇后为了扶持3旦坐上太子之位，派人悄悄在4旦的饮食中下了毒，却不料4旦一心扑在学业上，不仅没有喝，还当场赐给了嬷嬷。结果嬷嬷喝下绿豆汤，当场嗝屁。4旦吓得跑出去时，恰好撞见了梅姐姐。梅姐姐得知4旦被害，立即带她去找太后。太后，4阿哥的嬷嬷误食了4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宜修，你疯了！这么大的胎你也敢打？太后心里清楚，这件事和皇后脱不了关系。如今宫中皇后独大，没有人与之抗衡。为了能让3旦坐上太子之位，皇后不惜谋害3旦的竞争对手。照这种情况下去，皇家子嗣早晚凋零。所以太后决定同意甄嬛回宫。4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正是因为有了太后的点头，皇上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起甄嬛的事，可见甄嬛回宫还有一波皇后的助力。
甄嬛传中慎北了为什么会出现在滴血验亲这场大戏？这背后是为了追玉娆捞自己未来的大姨，还是有某位大佬在暗中秘密受了旨意？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慎北了为什么闯入景仁宫。首先，在这场安琪拉 vs 甄端静的大戏开场前，慎北了登场时正好碰到了出宫搬救兵的玉娆，因为这时玉娆急事在身，所以玉娆也就没有和慎北了多说什么。可见此时的慎北了还不知道宫中发生了大事，所以当慎北了闯入景仁宫时，咱们仔细听他是这么对皇上说的：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可见慎北了进宫的初衷是看望太后。如果说慎北了对玉娆一见钟情，那么很可能在看望太后这个过程中，慎北了会向太后打听点什么，而太后不仅对慎北了说了，还授意他去救场。不然慎北了为什么不在下药前出宫，反倒还发现各宫各院一片寂静？难道说慎北了还挨家挨户都串了门？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嫔妃的寝宫，王爷是不能乱逛的。为什么说王爷不能乱逛嫔妃的寝宫呢？咱们把剧情往前推，来看华妃罚跪甄嬛这段。果郡王为救甄嬛，擅自进入华妃的翊坤宫。在这里，咱们重点听听华妃是这么说的：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可见王爷没有传诏是不能随便入宫的，除此之外更是不能擅自进入嫔妃的宫殿。果郡王只是进到了翊坤宫的庭院就被指责，还差点被华妃给定了个死罪，更别说慎北了还是无诏闯进了景仁宫，并且慎北了还理直气壮说自己原本是偷听，更是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挨个儿串门。慎北了敢这么说，难道连命都不要了吗？很明显，慎北了背后的靠山是太后，不然景仁宫的侍卫也不敢放慎北了进去，毕竟皇上还在里面处理见不得人的事儿。其次，慎北了说明了自己来意之后，直接说自己相信甄嬛没有私通，并且还在瓜六反驳自己的时候，慎北了想都没想就对瓜六进行人身攻击。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祺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先不说随意评价嫔妃这一点得罪了皇上，单说慎北了一再劝皇上相信甄嬛这点，就让人觉得事情肯定不简单。慎北了为什么要劝皇上相信甄嬛呢？难道真的是想卖玉娆一个人情，救自己未来的大姨？答案是否定的。慎北了这么做依旧是太后授意的。虽然在这一场大戏中太后没有露面，但是太后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宫里多多少少都会不有她的眼线。也正是因为这些眼线能让太后不出门就知道各宫发生的事儿，所以当太后听到皇后党找了几个证人要告发甄嬛和温实初私通的消息时，太后一眼就看穿了整场戏码。这场大戏进行下去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皇后陷害成功，甄嬛倒了，从今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制衡皇后了；二是皇后陷害甄嬛失败，从此皇后被处置，甄嬛一树独大。这两种结果都不是太后想看到的，所以太后才会趁慎北了来请安时，特意授意慎北了去景仁宫劝皇上，为的就是让这场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慎北了一登场便直接说自己已经知道这桩丑事了，偷听也就算了，还直言不讳地说出来。难道慎北了不知道皇上爱面子疑心重？显然慎北了是清楚皇上的为人的，同时也是因为太后知道皇上爱面子，所以只要皇上口中的外人一到场，这场大戏很可能就要忙不迭的散会了。因此慎北了才敢不顾皇上面子的说，我已经知道了这桩不宜外扬的皇宫秘闻。因为慎北了进宫的目的是去给太后请安的，言外之意就是我来这儿也是太后让我来的，我所说的话也是替太后传达的。所以皇上听懂了慎北了的言外之意后，就打起了官腔，想着快速解决，和平散会。只可惜安琪拉组合不肯罢休，不然很可能因为慎北了的登场就收场了，也不至于闹到最后安琪拉组合落败，瓜六被处罚，皇后也被收走了管家权，让原本处于下风的甄端静组合独大。只能说苦了太后的一番心思，安排慎北了出场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看过《甄嬛传》的朋友们都知道，皇后宜修人送外号打胎大队长，纯元皇后、富察贵人甚至是甄嬛都被她迫害过。
而当梅姐姐有孕时，皇后却没有了动静，让梅姐姐生下了孩子。可皇后为什么没有对沈眉庄的胎下手？这不是对不起她的外号了吗？今天就让我们来带着大家看看其中的原因吧。首先，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太后不同意。太后和皇后都是出自乌拉那拉氏，所以皇后在宫里最大的靠山是太后，而太后作为上届宫斗赢家，什么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在富察贵人有孕时，皇后便唆使安陵容调香。你懂得用香料，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成功把富察贵人害小产后，太后问起这事儿时，皇后将一切都怪罪在猫的身上。臣妾有罪，那个畜生叫松子，是齐妃送给臣妾，可是臣妾只是养着它来玩的。松子平日一向温驯，今日竟如此发狂，实在是臣妾有错。太后给他面子，并没有当场发难，还装作一副相信了他说辞的模样。可这不代表事情就真的这么一笔带过了。皇后，你仔细看看吧。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皇后的这些手段都是太后年轻时玩剩下的。太后虽然是皇后的靠山，但她也是四大爷的母亲，不可能纵容皇后把四大爷的子嗣都搞死。太后摆明了态度，皇嗣是她的底线，她敲打皇后。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你记着，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但有些事不行。皇后不得不听了他的话，收敛起来。但皇后的狠毒收得了一时，收不了一世。当甄嬛被囚禁在碎玉轩时，被查出有孕，皇后又一次准备出击。她找到盟友安陵容密谋。那假如是她自己没了孩子呢？臣妾最近听说婉嫔一直郁郁寡欢，可孕中不宜过分伤心，否则会影响胎儿。何止啊！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不小心就会一尸两命。皇后这次要的不仅仅是甄嬛的孩子，还有甄嬛的命。她想趁机永除后患。太后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想法，直接扼杀在摇篮里，并且命令她去中司门站着反省。3位阿哥，先帝有多少儿子？皇帝连先帝的零头都没有，后嗣稀少也是中宫失德。你去中司门站一会儿，好好想想哀家的苦心吧。3番2次的敲打，让皇后不得不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太后的态度更是一次比一次明显，让一国之母站在中司门前罚站，就是在告诫她不要再害皇嗣。果然，太后的威严还在，甄嬛顺利生产。皇上，生了，恭喜皇上，是位公主。由此可见，太后的敲打还是有些用的，更不要说梅姐姐是太后亲自推荐给四大爷的。依额娘看，惠嫔端庄纯孝，就好得很。这就相当于是太后的人，是太后有意让梅姐姐和四大爷复合，从中拉红线，还特意送了暖情酒。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这酒当然是承前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要知道，太后已经渐渐不管后宫里的事儿了，很少和四大爷的嫔妃们往来。梅姐姐却是最合她眼缘的人。皇后虽然很毒，但不是没有心眼儿的人。什么人可以下手，什么人不适合下手，她是一清二楚。在梅姐姐和四大爷和好不久，就宣布了怀孕。皇上，臣妾有了身孕，实在不宜饮酒。什么时候的事儿？有几个月了？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传温太医来一瞧，已有2个月的身孕。皇后想对普通嫔妃下手，都要考虑太后，更别说是梅姐姐。她这次有孕，想必太后是最高兴的，根本不会给皇后下手的机会。而皇后也犯不着冒着惹怒靠山的风险去赌，所以擅长权衡利弊的皇后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梅姐姐怀孕生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梅姐姐对皇后是没有威胁的。皇后要害富察贵人的孩子，是因为她怀的是四大爷登基以来的第1个子嗣。那位真是有福气的人。可不是呢，这是天赐的福气，说不准还是位阿哥呢。这个意义可是不一样的。要真是个男孩，必然会对皇后产生威胁。
所以他要动手。纯元皇后连着他的孩子，皇后都不喜欢，甚至是憎恶。他一直觉得是纯元皇后的出现才抢走了四大爷，才会让他的大阿哥夭折，自然也不会留。姐姐这时竟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送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但梅姐姐不一样，她因为假孕的事儿被四大爷误会，从而看出了帝王的薄情。她的高傲让她不再对四大爷有好脸色。四大爷关心她的身体，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梅姐姐冷淡地回：多谢皇上关怀，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四大爷放下姿态服软：梅儿，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梅姐姐依旧面无表情，嘴上也不留情。皇上是天子，天子怎会有错？直接送给四大爷一个闭门羹。每一次四大爷来，他都是这个态度。以四大爷的个性，干脆都不来了。而在甄嬛出宫带发修行后，梅姐姐向太后要恩典，自愿搬进碎玉轩。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一旦梅姐姐进了碎玉轩，就跟恩宠再没有联系。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梅姐姐还是坚持住了进去，这就导致了她常年无宠的局面。一个没有帝王宠爱的女子，对皇后造不成任何威胁，更不会把她放在眼里。这些年，梅姐姐对于皇后而言就是个透明人，一个没有宠爱的嫔妃生出的孩子，也不会对她有什么威胁。更重要的是，梅姐姐怀孕时，甄嬛已经风光回宫，皇后的全部火力都在对向甄嬛。她先是利用静妃不想失去胧月的心理。你说四阿哥这么做，是不是熹妃教的？难道真想把胧月从我这儿夺走吗？娘娘别多心。紧接着便是甄嬛身边的槿汐和苏培盛的事情曝光，皇后想用槿汐来打击甄嬛。熹妃身边的人就是后宫的人，后宫的人本宫就不可以坐视不理。在宫中服侍的人必须自身检点，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安心事主，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乱子来。熹妃，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然后又细心安排了一场滴血认亲的大戏，让齐嫔来举报甄嬛私通。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一个又一个难题都是皇后为甄嬛出的，为的就是让甄嬛再次失势。而甄嬛和梅姐姐从始至终都是同一阵营，甄嬛的声势浩大，在后宫的地位如日中天，都要越过她这个皇后了。只有甄嬛倒了，梅姐姐才会一起倒，所以哪儿有先对付小兵不去捉拿大将的道理。皇后根本没有心力去对付梅姐姐的胎，更别说当时的甄嬛也怀着孕，皇后只想着该怎么把甄嬛的胎打了。当甄嬛回宫的第2天，皇后小队的齐嫔就最先出击。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哎呀，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没事吧？皇后又想扳倒甄嬛，又想让甄嬛赶快流产，哪儿还有心思想着梅姐姐的胎，简直忙得团团转。皇后不动梅姐姐的胎，一个是不想去挑战太后的底线，还有就是四大爷对梅姐姐的宠爱不多，毫无威胁力。再加上甄嬛又回宫了，双方火力全开，斗得你死我活的，根本没有精力再放到梅姐姐身上。